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赵今麦这身白裙子看着简单，其实心机全在蝴蝶结上。纯白提花裙配黑蝴蝶结，把又纯又欲拿捏死了。再搭双及膝袜平底鞋，立马变减龄学院风。赵今麦这身白裙子看着简单，其实心机全在蝴蝶结上。纯白提花裙配黑蝴蝶结，把又纯又欲拿捏死了。再搭双及膝袜平底鞋，立马变减龄学院风。夏天想穿出清爽千金感，又不想太老气的，直接照抄这套黑白撞色思路就行。赵今麦穿着那条带黑色蝴蝶结的白裙子出现在镜头前的时候，评论区直接分成了两拨人，一拨人说这就是清纯天花板，另一拨人盯着那个蝴蝶结说这哪里是清纯，这分明是暗戳戳的撩人。两拨人吵到最后也没个结果，因为那条裙子本身就是个矛盾体，上半身是乖乖女的模板，下半身又露出一截及膝袜的边缘，脚上踩着一双平底鞋，整个人站在那里就像把校园剧和豪门剧同时播在了一个屏幕上。那条裙子的提花面料在自然光下会有一点凹凸的纹理感，不是那种软塌塌贴在身上的白布，所以走起路来裙摆会有自己的形状，不会随便被风吹的贴在腿上。赵今麦把头发梳得很干净，没有用刘海遮脸，整张脸露出来之后，那个黑色蝴蝶结就变得特别扎眼，像是有人用马克笔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个结，所有人都得先看那个结再看它。纯白提花裙配黑色蝴蝶结，这个组合其实挺容易翻车的，因为白色提花本身就带着一点隆重感，那种面料通常出现在小礼服或者茶歇裙上，普通人穿去逛街会显得用力过猛。但赵今麦这条裙子妙就妙在版型收得很克制，领口没有开得很低，裙摆长度也卡在膝盖附近，没有拖地也没有短到大腿根，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日常的。黑色蝴蝶结的位置也很关键，它不是别在胸口正中间那种很刻意的装饰，而是顺着领口线条垂下来一点，像是随手系上去的，带着一点没睡醒的随意感。这种随意感就把提花面料的贵气往下拽了拽，让整条裙子从要去参加订婚宴变成了随便出门喝杯咖啡但不想输给任何人。及膝袜和平底鞋这两样东西放进去之后，整套穿搭的年龄感立刻往下降了3-4岁。如果把鞋换成尖头细高跟，那这身衣服就会变成标准的纯欲风，适合拍那种傍晚站在路灯下的照片，但白天走在街上会有点尴尬。赵今麦选的是平底鞋，鞋面上什么装饰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的一双脚，配上一双刚好到膝盖下方的白色袜子，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从舞蹈教室刚下课出来，脚背绷直的时候还带着一点芭蕾课的肌肉记忆。袜子这个东西其实很挑腿型，太紧会勒出肉痕，太松又会堆在脚踝那里显得邋遢。赵今麦腿上那双袜子刚好贴在皮肤上，没有多余的褶皱，说明选的是弹性很好的棉质面料，不是那种一次性的薄丝袜。平底鞋走路的时候脚后跟会轻轻拍打地面，声音比高跟鞋闷一点，但那个节奏听起来就很有学生气，跟提花裙的贵气撞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家里很有钱但今天不想继承家产的视觉效果。黑白极简撞色在夏天其实比什么碎花、波点、格纹都更抢眼，因为满大街都是花裙子的时候，一个穿纯白配纯黑的人反而会被第一个看到。赵今麦这身没有第三种颜色，连包包都没有背，手表耳环也全都省略掉了，全身就2个色块，白裙子占70%，黑蝴蝶结和黑发占30%。这种比例不是随便来的，如果黑色面积再大一点，比如换成黑腰带或者黑鞋子，就会变成通勤风，太正经了。
如果白色面积再大一点，蝴蝶结小到看不见，那就彻底变成路人白裙，完全没有记忆点。现在的比例刚好卡在一眼看过去是白裙子，第二眼发现有个黑蝴蝶结，第三眼开始琢磨这个女孩不简单的节奏上。夏天光线强，白衣服本来就反光，走在路上整个人像自带一块打光板，而黑蝴蝶结会在强光下形成一个特别清晰的剪影，远远看过去就像裙子领口那里停了一只黑色的蝴蝶。这种视觉冲击力比任何印花开衫都来得直接。网络上有不少人把这身穿搭归类为斩男穿搭，这个词其实有点窄了，因为这套衣服对女生的吸引力可能比对男生还大。男生可能只觉得好看，但女生会盯着那个蝴蝶结看很久，然后去搜同款链接的时候，发现那条裙子已经断货了。赵今麦的很多同款都是这种情况，剧播期间穿过的衣服会在2周内被扒出来品牌，然后小码立刻卖空，剩下的都是 L 码和 XL 码。这次的白裙子也一样，因为提花面料本身就挑身材，腰线卡得比较死，没有弹力，所以小个子女生买回去还得改腰围。但即便如此，还是很多人抢。因为那个黑色蝴蝶结是固定的，不用自己系，手残党也能穿出图片里的效果。及西袜的搜索量在赵今麦这组照片出来之后也有一个小高峰，尤其是那种带一点螺纹口的白色棉袜，配平底鞋穿刚好露出袜口的款式。很多店铺直接把商品标题改成了赵今麦同款学院袜，价格从9.9块到39.9块不等。关于甜酷千金风这个叫法，网上一直有人在争论它跟纯欲风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其实从单品的角度看，甜酷千金风比纯欲风多了2个东西，一个是面料的硬度，一个是配饰的克制。纯欲风经常会用蕾丝、薄纱、针织这些软绵绵的面料，把身体线条勾勒得很明显。赵今麦这条提花裙的面料是偏硬的，裙摆有支撑力，不会贴在腰上，所以整体线条是直着下来的，没有刻意突出胸和臀的曲线。配饰方面，它也几乎没有带任何东西，没有项链，没有耳环，没有戒指。黑色蝴蝶结本身就是唯一的装饰，这种克制感让整套穿搭显得很干净。纯欲风有时候会加一条细项链或者一个小的锁骨链，让视线往领口那里集中。赵今麦不需要这些东西，因为蝴蝶结已经把视线固定在了领口附近，而且蝴蝶结的体积比项链大得多，存在感强得多。所以甜酷千金风其实是纯欲风的一种改良版本，把讨好感去掉了一点，把距离感加回来了一点，让穿的人看起来像是有选择权的那一方，而不是被选择的那一方。平底鞋在这套搭配里承担的功能比想象中要大。如果把鞋换成厚底乐福鞋，就会变成日系学院风，少女感会更强，但千金感会变弱。如果换成小白鞋，就会变成普通的周末逛街装扮，蝴蝶结和提花裙的精致度会被运动鞋拉低。赵今麦选的那种平底鞋应该是芭蕾鞋的变体，鞋头有一点点圆，鞋口很浅，露出脚背的一小部分皮肤和及膝袜之间形成一段很短的留白。这段留白特别关键，它把腿分成了3个层次，袜子上端到裙摆是一截大腿，袜子覆盖的小腿是一截，鞋口到袜子下端是一小节脚踝。3段的比例看起来会让腿显得更长。如果袜子再长一点，直接顶到膝盖弯，就会变成运动风；如果袜子再短一点，直到脚踝，那就跟普通短袜没区别。只有刚好卡在膝盖下方3指宽的位置，才能拉长小腿的视觉长度。赵今麦的腿本身就不算粗，但也不是那种骨感筷子腿，她的小腿有一点肌肉线条。
被白色袜子包住之后，反而显得很健康。那种肌肉线条透过棉质面料若隐若现，比直接露出来的皮肤更有想象空间。夏天穿白裙子还有一个隐形的好处，就是拍照不用挑背景，随便一面灰墙或者一片绿叶子都能把人衬托出来。赵今麦这组照片的背景都很简单，要么是室内的白墙，要么是街边的一面玻璃，没有那种精心布置的花墙或者咖啡馆角落。这就说明这套穿搭的兼容性很高，不需要特定的场景来烘托氛围，人站在哪里，风格就跟到哪里。提花面料在室内灯光下会显出一点米白色，到了户外自然光下又变成冷白色，同一个角度不同光线拍出来的色调都不一样。那个黑色蝴蝶结在逆光的时候会变成一个纯黑的影子，顺光的时候又能看出蝴蝶结边缘有一点微微的反光，像是缎面材质。缎面蝴蝶结和棉质提花裙的质地差异也挺有意思的，一个滑一个糙，一个亮一个哑，放在一起会产生一种很轻微的摩擦感，视觉上不会无聊。赵今麦的妆容在这组穿搭里也做减法，眼妆几乎没有颜色，就是很细的一条眼线和淡淡的一层睫毛膏，嘴唇上的颜色也不明显，像是只涂了一层润唇膏。头发就是黑长直，没有卷发棒夹出来的波浪，也没有半扎发或者马尾，就是老老实实的垂在肩膀上。这种素净的妆发跟白裙子的气场是一致的，如果妆再浓一点，比如涂一个正红色口红，那蝴蝶结的甜感就会被吃掉，整个人会往轻熟方向跑。如果涂一个太粉的腮红，又会显得太幼态，像在装嫩。现在这种接近素颜的状态刚刚好，让人把注意力都放在衣服本身和那个黑色蝴蝶结上。蝴蝶结在这里其实有点像韩国女团打歌服里常用的元素，但赵今麦没有配那些亮片眼影和夸张耳环，所以不会让人觉得是在模仿舞台造型，反而更像是那种放学后不用换衣服直接去逛街的大小姐。关于及膝袜和平底鞋会不会显腿短这件事，网上一直有争议。有些博主试穿之后说这种穿法对梨形身材不友好，因为袜子把小腿最细的脚踝部分遮住了，视觉上会截断腿部线条。但赵今麦的照片里看起来完全没这个问题，原因可能是他选的平底鞋颜色和肤色接近，不是那种黑白分明的对比色，所以鞋子和脚背的皮肤连在一起，没有形成第二条截断线。如果换一双黑色平底鞋配白色及膝袜，那截断感就会很强，腿会被分成黑鞋、白袜、皮肤三段，看起来就短了。赵今麦这双鞋是浅色系，和皮肤颜色过渡的很自然，所以腿长的视觉效果没有被破坏。再加上裙摆长度刚好在膝盖上方，站起来的时候裙摆和袜口之间露出的大腿部分大概有10厘米左右，那一段是整条腿最细的位置之一，露出来就会显得整条腿很轻盈。如果裙摆再长一点盖住膝盖，袜子再短一点缩到脚踝，那这套穿搭就完全垮掉了，变成很普通的白裙配短袜，没有层次感。黑色蝴蝶结的大小也很关键，赵今麦领口那个蝴蝶结不算大，没有夸张到像礼物盒上面的装饰那么大，也没有小到像一根发圈随便缠了2圈。它的大小刚好让2个蝴蝶结的翅膀舒展开，宽度大概和它的锁骨长度差不多。这样正面看的时候，蝴蝶结会形成一个很稳定的三角形，把视线往领口和锁骨的位置引导。如果蝴蝶结再大一点，就会挡住胸口，显得很沉重；如果再小一点，又会变成衣服上的一个线头，起不到点睛的作用。很多女生在挑选带蝴蝶结的衣服时，容易忽略这个尺寸问题，买回去发现蝴蝶结太大了，
穿在身上像要去参加幼儿园的演出，或者蝴蝶结太小了，洗2次就塌下来贴在衣服上。赵今麦这条裙子的蝴蝶结看起来是有内衬支撑的，就是蝴蝶结内部有一层薄薄的硬网纱或者定型棉，所以它不会软趴趴的垂下来。两边翅膀一直是翘着的。这种有骨架的蝴蝶结和那种靠面料自然垂坠的蝴蝶结完全不是一个质感，后者会显得很廉价，前者才能撑住千金风的场子。赵今麦这身穿搭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转载之后，很多普通女生开始尝试复制，但复制出来的效果两极分化挺严重的。成功的那些人基本都抓住了2个要点，一个是裙子的面料必须硬挺，另一个是袜子和鞋子的颜色必须统一。失败的那些人大多数是买了一条纯棉的白色连衣裙，没有提花也没有廓形，然后随便套了一双黑色帆布鞋和白色短袜，最后的效果跟赵今麦完全两回事。其实问题不在于身材和长相，而在于那件衣服本身有没有型。提花面料的硬度和垂感是纯棉比不了的，纯棉裙子洗过1次之后就皱巴巴的贴在身上，蝴蝶结也软塌塌的挂在领口，整个人的精气神就没了。赵今麦那条裙子即便在动态图里被风吹起来，裙摆也是散开的一个圆弧，不会出现布料贴在大腿上的尴尬情况，这就是面料织数和织法决定的，不是几10块钱的平替能模仿出来的。所以网上那些赵今麦同款白裙只要99块的链接，点进去看买家秀和原图的差距，基本都出在面料的光泽度和挺刮度上。甜酷千金风这个标签被赵今麦带火之后，很多品牌开始出类似的设计，就是纯白或者奶白色的连衣裙，领口或者腰间加一个黑色的蝴蝶结或者缎带，再配上一双白色及膝袜和浅色平底鞋。这种设计在今年的夏季新品里占了不小的比例，尤其是那些主打少女线的牌子，几乎每家都有1、2条这种款式的连衣裙。有的品牌把蝴蝶结放在后腰位置，正面看就是一条很普通的白裙子，转身的时候才会露出那个黑色蝴蝶结。这种设计比赵今麦那条更低调一点，适合不想太张扬的人。还有的品牌把及膝袜改成了一体式袜套，直接缝在鞋子上面，省去了穿袜子会滑下来的烦恼，但那种设计看起来会有点刻意，不如分开的袜子和鞋子来得自然。赵今麦这身穿搭最成功的方就在于每一个单品拆开看都很普通，白裙子、黑蝴蝶结、白袜子、浅色平底鞋，单独穿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但组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化学反应，让人说不出哪里好看，但就是移不开眼睛。这种搭配逻辑其实挺适合普通女生借鉴的，就是不用去买那些设计很复杂的单品，只需要把几件基本款按照正确的比例和颜色组合在一起，就能穿出有辨识度的风格。真正难的是找到那件面料和版型都过关的白裙子，以及那个有骨架支撑不会塌下来的黑色蝴蝶结。这2样东西一旦到位，剩下的袜子和鞋子随便在衣橱里翻一翻就能找到替代品。赵今麦这组照片出来之后，很多人去搜她穿的这条裙子品牌，发现价格并不便宜，但同款在二手平台上被炒到了原价的2倍，而且还有人收。这种热度在时尚博主圈子里也引发了一波讨论，有人觉得这是审美降级，一条白裙子加个蝴蝶结就能卖这么贵，也有人觉得这说明市场对日常化的小礼服需求很大，大家不是不想穿的精致，只是不想穿的太累。赵今麦这条裙子刚好卡在精致和舒适之间的那根线上，提花面料自带一点正式感，但平底鞋和及膝袜又把正式感拉回了日常，
所以上班穿不会太随意，约会穿不会太随便，逛街穿不会太夸张，拍照穿不会太普通。这种多场景通吃的单品在夏天本来就是硬通货，再加上赵今麦本身的路人缘和那张自带清冷感的脸，火起来一点都不奇怪。很多女生在评论区问赵今麦这身穿搭能不能配运动鞋，答案是可以，但要分鞋型。那种厚底的复古跑鞋配及膝袜会显得脚很大，破坏掉芭蕾鞋带来的轻盈感。如果是薄底的帆布鞋或者德训鞋，鞋型比较窄，鞋头不圆不尖，配及膝袜的效果也还行，但整体的学院感会减弱一点，更像周末去公园野餐的装扮。赵今麦选的浅色平底鞋，鞋头是偏圆润的，没有锐利的线条，所以和及膝袜的少女感是统一的。运动鞋的鞋面通常有网面和拼接设计，线条比较复杂，跟提花裙的素净放在一起会打架，所以想穿运动鞋的话，最好选鞋面干净、颜色单一的款式，白色或者米色为佳，避免那种荧光色和夸张的大 logo。鞋子和袜子之间那段皮肤的留白还是不能省。如果袜子太长，直接和鞋口无缝衔接，就会变成靴子一样的视觉效果。夏天穿会显得很闷。赵今麦照片里脚踝那里露出的一小截皮肤，就像呼吸口一样，让整身穿搭在夏天里不会显得厚重。那些把袜子拉到最高，鞋口又很紧的穿法，会给人一种腿被截成两段的感觉，而且时间长了，袜子还会把小腿勒出一圈红印，脱下鞋之后特别尴尬。赵今麦这双袜子看起来弹性适中，袜口没有勒出痕迹，说明尺寸选得刚刚好，不会滑下来，也不会紧到不舒服。这种细节其实比裙子本身更值得注意，因为衣服可以靠版型修饰，但袜子和鞋子的舒适度只有自己知道。网上有博主试穿赵今麦同款袜子之后反馈说，那种精梳棉的材质确实比普通棉袜更透气，夏天穿一整天也不会闷汗。袜口的地方是宽螺纹设计，不会像细螺纹那样容易卷边，也不会把肉勒得太狠。这种袜子单买其实不贵，但很多人在穿的时候会忽略袜子的长度和裙摆之间的关系，要么袜子太长，要么裙子太长，最后出来的效果就差了那么一点意思。赵今麦的裙摆和袜口之间的比例几乎是固定的，就是大腿露出的那一段刚好够放下一只手，再长就变成水手服、校服的穿法，再短就变成体育课的运动装。这个比例在视觉上会让人不自觉地去看他腿上那截皮肤，但又因为袜子和鞋子的覆盖面积比较大，所以露出的皮肤不会让人产生不适感，反而显得很清爽。夏天很多女生怕穿短裙会走光，及膝袜配上长度在膝盖上方的裙子，其实比光腿穿短裙更有安全感，因为袜子替代了一部分裤子的功能。坐下来的时候不用担心裙摆飞起来。赵今麦这身穿搭在动态场景下也很稳，走路、坐下、弯腰这些动作都不会让裙子走形或者袜子滑落，说明单品的固定方式都做得不错。蝴蝶结是缝在领口的，不用自己调整角度。袜子是宽螺纹的，不会滑到脚底。平底鞋是浅口的，跟脚但不勒脚背。所有细节加起来，才让人产生了一种它穿起来好轻松的错觉。实际上，这套穿搭对单品的要求非常高，任何一件东西质地不对，整体效果就会打折。赵今麦能把这种风格穿得这么自然，一方面是他本人的气质偏清冷，不会有那种刻意卖萌的感觉。另一方面是造型师在选品的时候确实把面料的质感放在第一位，没有用那些便宜的化纤蕾丝来凑数。提花面料在镜头里会有一点珠光感，那种光泽不是亮片那种闪，
而是像珍珠一样从面料内部透出来的光。所以整条裙子看起来很有分量感，不会轻飘飘的。黑色蝴蝶结的缎面材质也有反光，和提花裙的哑光质感形成对比，一个负责吸光，一个负责反光，让领口那一小块区域成为整个画面的焦点。这种材质上的对比比颜色对比更高级，因为黑白撞色谁都会用，但哑光和亮光的层次感需要靠面料本身来实现。赵今麦这身穿搭之所以能在夏天这么多白裙子里杀出来，靠的就是这种低调但细看全是细节的质感。普通女生想模仿的话，除了注意颜色和款式，更要关注面料的厚度和挺刮度，以及蝴蝶结的支撑结构。尤其是那个黑色蝴蝶结，如果买回来发现里面没有定型层，可以自己用一小块硬衬布缝进去，让它保持翅膀翘起来的状态，穿出去的效果会完全不一样。